蓝云恒安顿在另一间僻静些的客栈，正在灯前静坐，脸孔被一点灯火照得半暗半明。见他们进来，无言起身行礼。魏无羡还不及开口，蓝忘机先问：抄完了？抄完了。蓝云恒说：上意一篇颇长，何况还是一日里抄3遍。魏无羡看他桌上没有纸笔，几乎是下意识地问：抄去哪儿了？蓝云恒咬了一下嘴唇。相处这么多日，魏无羡最见不得他这个委屈模样，刚想说算我多嘴，蓝云恒的眼睛微微一偏，看了一眼桌角放着的一盏清水，原来是指尖蘸水，抄在了桌面上。魏无羡是亲手抄过上一篇的人，这下不仅手腕下意识发麻，手指都跟着疼，觉得蓝忘机莫名其妙罚得太狠了些。这世上骂他更狠的人自有更多，也没见蓝忘机把江城、金陵之流押到云深去抄书。他这样想着，接连看了蓝忘机好几眼，把蓝忘机看得一阵茫然。蓝云恒等在一边，突然见魏无羡手臂伸来，意欲揽他肩膀，吓了一大跳，猛地向后退了一步。魏无羡没揽到人，手在半空舞了一个来回，脸上也不尴尬，只说：走啊，小郎君，带你吃饭去。蓝云恒愣住了。魏无羡再去揽他，他还愣着，浑身僵硬的被魏无羡揽住肩膀。魏无羡说：你饿不饿？蓝云恒摇头。魏无羡说：你说实话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饿的时候见了吃的，连面子都能不要。蓝忘机的目光微微动了一下。蓝云恒抬眼去看蓝忘机，蓝忘机点了点头，于是他也点了点头。魏无羡眼睛一亮，饿了就去吃饭。这城太小，比不得姑苏亦或云梦。月上中天，魏无羡七拐八拐，才瞧见一家亮着灯火的小店。好在店面虽小，居然挂了不少辣菜牌子，看得魏无羡食指大动，噼里啪啦的把能塞进一点辣椒的菜式都叫上一遍。等到菜上来，香气随着风飘出10几丈地，引得几户晚归人家沿路频频往来。蓝忘机面色不变，魏无羡把盘子推到蓝云恒面前，蓝云恒低头吃了一口饭，喝了一口茶。魏无羡说：尝尝呀。蓝云恒说：不能吃辣。魏无羡一笑，说：清河不是姑苏，你家规里也没说不让吃辣，更何况出了家门，韩光君是不管你的，是不是？他一边说，一边去看蓝忘机。蓝忘机停住不语，蓝云恒自己犹疑了一下，似是意识到其意所在，把方才的话重新说了一遍：吃不得辣。魏无羡一愣，吃了如何？发烧出疹。这话却是蓝忘机说的。蓝云恒笃定地点了点头。魏无羡摇头，叹道：那还真的不能吃了。他给蓝云恒叫了一盘水煮菜，又问：韩光君要吗？蓝忘机摇了摇头。蓝云恒无声地睁大了眼睛。等他们几个吃完，魏无羡接连数日终于在菜里见了点辣油，不负众望吃到撑，回到客栈便起不来，扶着周边一个劲的打嗝。他白日里还是莫玄羽，厚着脸皮与蓝忘机要一间房，此时觉得自己从头到脚都是辣味，脸皮也被熏薄了些，本想再下去开一间，蓝忘机已经端了一盆水上来，让他在盆中洗了手。魏无羡一边洗一边想，今日也算久别重逢，他到底应该对蓝忘机说些什么？蓝忘机似是感到他有话说，在桌边坐了下来，手洗完，在软帛上擦干。魏无羡看灯光将蓝忘机的眼睫投出细密的影子，慢慢地说：你怎么平白无故罚那孩子抄你家家规？蓝忘机问：平白无故？魏无羡笑了一声：那他所犯是哪一条？背后不可与人是非，为这一条罚他抄3遍。他像是忘了自己白日才说过你怎么管教你家子弟是你的事，也忘了蓝云恒恨声咒骂该死的是他自己。蓝忘机不回答，许久只说：魏婴。魏无羡问：什么？蓝忘机又不说话了。他们突兀地陷入沉默。有几个瞬间，蓝忘机似乎想要干脆熄灭灯烛，催人睡觉，但眼下时辰与亥时初稍稍差了几刻，蓝忘机不似魏无羡，没办法厚着脸皮生拉硬凑，只能一任沉默。魏无羡还撑得慌，沉默得快要睡着了，突然听到一阵低低的箫声。他一时间困得以为自己在做梦，又一时清醒，意识到箫声是从外面远处传来的。
蓝忘机的眼睛在渐暗的烛火下微微一动，烛光将他的虹膜照如流光，其间却是一片平静。他不好奇，魏无羡不由更加好奇。他起身推窗去看，却又刹那愣住。月亮升得很高，小城寂静，任由月光如水一般的蔓延街巷。蓝云恒坐在远街最高一栋房子的檐角，月光把他本就雪白的衣袂照亮，成了雨衣一般，冷冷清清，几乎让魏无羡以为这个孩子会融化在月光里。他却是在吹一支洞箫，声音袅袅地播散在夜色中，呜咽如诉。魏无羡听了一阵，静静地关了窗。他转身，看到蓝忘机正看着他，目光里似是包含了许多话。魏无羡说：“蓝湛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”蓝忘机很郑重地点了一下头。魏无羡说：“那小郎君蓝云恒，他是不是？”蓝忘机看着他，目光一瞬不顺。他是不是泽无君的儿子啊？话一出口，魏无羡便知自己问错了。已经有很多年，他没见过蓝忘机会因他一句话而沉下整张脸。蓝忘机的目光好像有点吓人。要在1日前，眼下情景当真算是大功告成。奈何魏无羡今日随蓝忘机探山入坟，已经没了让蓝忘机烦到把自己一剑劈走的念头，更兼还有吃人保谜团未解。他连忙摆手陪笑：“错了错了，算我吃多了瞎想，我给你哥赔个不是行不行？”泽无君对不住，韩光君大人大量，别生气呀。蓝忘机目光不变，声音很硬很直白地说：“不是。”哦。魏无羡应了一声，感到自己被蓝忘机盯住了，只好又找了点话说：“只是你们家里会洞箫的不太多，他要学，兄长便由他。”蓝忘机的调子没什么起伏，声音里似是压着什么东西。魏无羡似懂非懂地点了头，又听他说：“不可御敌。”魏无羡笑了一下，那就是吹着玩喽。他见那双清浅眼眸中的光色又要变作不满，他急忙换了词：“雅正，当真雅正。”哈哈哈哈！蓝忘机摇了摇头，不再与他多说。魏无羡在倏然重滞的沉默中与他听了一阵箫曲，仿佛在唇齿之间尝到月光的凉意。他低声问：“韩光君，你家云恒吹的是什么呀？”蓝忘机说：“葛声。”魏无羡一下子又说不出话来。昔年的云梦江氏大弟子是个六艺俱全的翩翩公子，自然知道这一首诗文讲的是什么。冬之夜，夏之日，百岁之后，归于其室。箫声仍旧响着，像一丝细细的线，牵动了魏无羡的心。他对蓝忘机说：“我还有一个问题。”蓝忘机点了一下头。魏无羡问：“蓝湛，你这些年里可有婚配？”这句问完，仿佛连箫声都低了些。蓝忘机的脸色没再沉下去，但他的目光让魏无羡觉得这个问题还不如方才有关蓝曦臣的那个好。蓝忘机说：“没有。”又说：“何有此问？”魏无羡笑了一下，说：“这么多年过去，你看金陵都那么大了，我就问问。”